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。新的一期为大家知道呢，我们拍了一个大家熟悉的东西——眼镜。这行业是最累的，还又不赚钱。这样，今年疫情没办法。品牌不光是我要有自信心，还是整个中国人都要有自信心。那很多人说啊，眼镜是一个暴利行业，但任何事情对吧，我们不能够只看表面就下结论。那为了了解真相呢，我们去了中国最大的眼镜制造基地江苏丹阳，我们走访了当地的眼镜批发市场和眼镜镜片和镜架的制造工厂。那从眼镜的制造成本出发，让大家了解一下眼镜的制造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去了北京最著名的潘家园眼镜市场，以及呢通州的东直门医院。还有万达的宝岛眼镜专卖店，希望通过对比这3个地方的眼镜的镜架呀、镜片呐，它的价格，以及呢还有这种验光啊，他们这个服务啊、专业啊进行一个比较。那希望呢能够对大家配眼镜呢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参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江苏丹阳师徒镇，这个镇子呢全部是做眼镜的啊。我们来看里面有很多大工厂，然后就说镇子里面还有一些小工厂。这个就是工厂来把它加工成成镜，就是说那一副，就你现在眼镜上戴的那副，钛的价位一般比较高一点。一副眼镜的成本，如果你做钛的话，一防蓝光的话，加镜片100左右。纯钛的你算嘛，他一般的人拿货价都是100来块钱的，100来块钱你至少乘以3吧，往外卖吧，它是最便宜的了。最便宜。你还再加一副眼镜镜片的。镜片的现在多少？镜片1.60的防蓝光，我们给20块钱，到时候具体的报价我给你们。然后现在市面上有半钛的、纯钛的，纯钛的嘛就是轻，半钛的嘛它就是镜腿它是钛，但是它面框它是合金的，那种最起码便宜半下的。眼镜这一块啊，其实在直播啊，整个来说，因为很多人都找薇娅带过货，找李佳琦带过货，其实不挣钱嘛，你也知道的，其实找他们肯定不挣钱的嘛。你毕竟你抽成就摆在这边，30%多的，接近40%的，啊，都是亏的。如果你的消费群体不是那种中高端的，其实国产就 OK 了，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了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比如说像磨层的问题，就表面处理，就这个表面的磨层。会贵多少呢？比如像正常里面卖，然后正常比我贵个10倍左右吧。哇！一速的1.60和1.67就是从我工厂拿的毛坯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它子公司嘛，对吧？发到上海那边有个松江工厂，专门就是一速的工厂，就是过去镀个膜。对，那是核心技术，就那一道东西，它就比我贵了10倍。膜的作用就是透光率，很多东西都在磨层上面去帮你做。你们这边是没有那个镀膜的专利的是吗？技术参数达不到人家。这一片镜片，是外表层和内表层各7层膜，总共是14层膜要镀进去。别人镀出来的呢，就是比我的好看，镜片比较便宜的。它正常戴上去的眼镜，就是你戴了之后，你拍照的时候，其实会有反光的。但是呢，好的眼镜呢，它就不会反光。你看国家领导人戴的那个眼镜，就跟他那镜片就跟没戴一样，它很难看出它磨成什么颜色。国内现在目前差别很大嘛，比如追赶的话，这种技术方面。差别很大，你要投这么多费用进去做研发的。国外投个新品，在投新品之前，我肯定要投研发费用嘛。我研发费用投进去之后，国外的它一副镜片，它才卖几百块钱，但是我国内不行啊，我国内只能卖几十块钱，收益比完全不一样。就很少有国内公司会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去做研发。感觉万兴也做的挺不错的，你们就没有想过，比如说提高产品？就第一万兴嘛，就内置来说，第一是万兴嘛，第二是明月嘛。但是你要让我去投这么多钱，我不会投。其实整体来说的话，镜片是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个产品，比如说你进店周期很长的，所以它价格才会很高，要不然它没有利润。它跟消耗品完全不一样，消耗品你今天吃了，明天我就要买。所以那个实体店里面价格那么高？对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它房租成本也高啊，它一个房租都30-40万的。这种厂子也很有竞争力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村子里面，这个村子里面到处都是眼镜厂。其实真正的中流砥柱全是这种农村里面这些厂子，对吧？真正大厂其实很少。所以这边主要做镜架。这种多少钱？19块钱。加镜片的话，至少也要到20块钱吧。
你看这种普通贴下都是34块钱，如果加上防蓝光，防蓝光看你用什么的，如果亚克力的话有2块3块的，看你自己选的。这个也是网上的一个爆款，我卖给客户装防蓝光镜片最少都要到21的，这种架子就是带金属架，这种架子最低是16块钱一副。那纯钛其实太贵了，纯钛最低纯钛都要60块钱。现在一个菜园子旁边，对，没错，这是菜园子啊，然后对面就是眼镜工厂，这是中国制造业奇妙的地方。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广告，你有这个需求吗？我没有。你有？谁知道你没有？好，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厂。我们现在来到另一个眼镜厂。你这个倒一个膜要多少钱？7、8千。如果要防蓝光的话，就是配一个亚克力的那种便宜的防蓝光，树脂片有10多块，还有加工光，防蓝光片1块钱。亚克力就是塑料的一种，树脂的好。树脂的对。树脂的贵。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眼镜市场，有很多国内外的大品牌。打出来都是股标嘛。那个能看到100多。刚开始戴是吧？看一下镜宽给你120，镜片配好了大概180左右，防蓝光加20。看这个。这么厉害吗？这个是加镜片228的。镜片比我好的话，怎么看这个好？镜片有品牌。但这里面有啥不一样的技术之类的？磨层啊，然后镜片的清晰度啊、耐磨性啊，变色的话是加79。加79，这么贵？那个变色会不会有那个寿命啊？国产镜片一般都是1年多。这个牛肉是怎么做的呀？就这个大骨头。它主要是牛脖子哦，脖子的牛脖骨。我觉得这个牛肉特别好吃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北京的潘家园眼镜批发市场。菜价的多少钱280，早上这300多。如果紫验光多少钱30。Play 的套牌300。最贵的一般都是哪个国家的？德国币。什么都有 ，CK。纯钛，这打完了400块钱，这个打完了300块钱。它便宜便宜，因为这个细是吗？不是细的问题，这品牌不一样。阿玛尼的纯钛的打完了就700块钱，那就牌子不一样。合金的180，现在做生意这么没人，根本就不是人做了。不是人做。真的，你现在去医院配一副眼镜，好几3、4千多。医院？对呀。医院为什么那么贵？你相信他们吗？那他们测光是不是说？测光也是一样，这里都是专业验光的。测的呀，你戴过测试的吗？没有，有打完折4、500的、5、600的都有，关键是看度数。哇，好老了，天呐，这个非主流时期的。700块，这都跟我们那个10几块的那个价格大齐。金属的都是卖600块，1790，2800。哎，我也算戴迪奥的。你要测光吗？测不了。测不了。今天测，明天才能拿结果。今天不给你结果，人家就是故意不想让你测光的。测光完下午都还有验光的。现在没法验了。对，现在特弱呢。可以。对，揉眼睛特别多，你揉眼睛来着吧？看点药吧，这样验的话也不行。请付款89元3角7分。推你一下，别动。看中间那红房子，别动。上。你等着下课吧。右。可以别动，能看见吗？可以。能看见吗？我好像有点散光。告诉我你没有散光。我没有，所以我现在是多少度？125，两眼都125。反正我更信没有散光，因为那个我确实晕，因为我之前的眼睛一直有散光。钛架。对，钛架。钛架多少钱？那680的架子。680，加镜片吗？不加镜片。
蔡司的镜片多少钱？蔡司你是单光的话，A 系列的话也就是700-800块钱。蔡司防蓝光的话，最1.56的差不多就得1500。这是蔡司统一价格，不是我们定的，所有价格不是我们自己定，是。你们医院不打折吗？我把我度数搞清楚，不在你这儿配，你这要价太高了。我们发现啊，国内最大的镜片制造厂万兴啊，他们呢常规的一副眼镜片啊，出厂价要差不多30块钱。而类似的一副镜片呢，在北京的潘家园市场呢，正常价格呢在120块钱左右。那镜片的价格呢，差异呢主要在于品牌的不同。据说大牌的镜片呢，他们在这个镀膜这一项重要的技术上面有绝对的领先。国际大牌镀过膜之后呢，它价格呢比国产的啊要贵个差不多10倍。另外呢，由于啊眼镜市场呢非常巨大，那国内的很多一些镜片厂呢，他们吃中低端市场呢已经可以过得很好了。所以哪怕像万兴这样的大企业啊，他们也不愿意投入过多的精力啊、资金啊去攻克这个技术。像万兴这样的国内龙头企业都已经被国外给收购了。所以啊，中国的眼镜厂商想要崛起，任重道远呐。我们从工厂了解啊，钛价的眼镜框呢，最便宜的一副呢也不低于60块钱。像我们在丹阳市场呢配了一副半钛的眼镜框呢，要120。那类似的产品呢，北京潘家园市场呢基本上要到300-400了。医院的钛价呢基本上在500-600。而万达的宝岛眼镜的专卖店呢，一副钛价呢随便就是1500以上。那 TR 的眼镜呢，我们从工厂了解啊，普通的一副 TR 呢出厂价也就在10几块钱。那 PR 厂呢可能就是50-60块钱。而万达的宝岛眼镜呢，一副呢差不多到700块钱啊。此外呢，我们发现啊，很多啊所谓的国际知名奢侈品啊或者服装品牌啊，他们都在做眼镜。那我们发现呢，都是国内的一些厂商给代工，而且价格非常贵。老实说，这些品牌的眼镜啊，真的不值得推荐，因为性价比很低。来，我们弹幕互动一下，你配的眼镜是多少钱啊？我们这里讲一讲啊，如果你不想在店里面配眼镜，你千万不要想去蹭个什么验光啊，人家老板都精得很啊，你不配镜的话，人家绝对不会给你认真验光，你得到的一个数据呢，绝对是不准的。我们对比发现啊，医院的验光呢是最靠谱的，但是就是比较麻烦啊，你需要挂号排队啊，还要预约时间呢，然后也贵一点，不过撑死了100多块钱。但哪怕你不配眼镜呢，医院的验光师呢也会非常细心、非常专业、非常负责任的给你验光。那我去了所有的地方验光，他们都是给你机器打一个单子啊，特别简单。只有医院是医生问了很多问题，然后手写的验光单。我觉得就凭这一点，我觉得医院就是更专业。那配眼镜呢，肯定大家想要为了省钱，那肯定是网上配更便宜。现在各大品牌呢网上都可以直接配。然后关于呢镜片呢，这个呢每个品牌呢它不一样啊，也是看大家的选择。然后可能国外的镜片呢更好一点啊，国产呢可能稍微便宜一些。此外呢，很多人质疑的说实体店为什么卖那么贵？那我们了解呢，其实就是首先呢房租很贵，其次呢配眼镜呢这不是一个刚需，很多人呢可能配一副呢很多年不去，所以他们的销量呢会很差，那促使他们的成本会很高。那这一期呢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拍的有没有对大家有帮助啊。那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啊，你配眼镜的一些故事啊，或者一些套路啥的啊，发在评论区也好，让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大家看到以后有一个借鉴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这期的视频，我们的伟大的制造第2季，拜拜拜拜拜拜。